Hello， 大家好，我是糯米。看到我身后的背景就知道，我现在在桃园国际机场，待会就跟我太太飞往日本大阪啦。那身为一个画图的频道呢，待会我会在飞机上画画，因为飞机上的空间，我们又不是坐头等舱或者是商务舱，空间很大嘛。我们要升级了吗？我没有要升级，我没有要升级，钱不够，那我们就要用我的素描本跟简单的工具画画，然后就 go。这次我们搭乘的是星宇航空的经济舱啦，跟先前去日本搭乘的廉价航空比起来，算是相当的舒适啦。还有桌面可以摆放一下画画的工具来准备一下。这次使用的2支笔分别是制图铅笔跟带针笔 brush 版。什么是 brush 版呢？就让我们接下去看就知道啦。首先，我在画面上画的是我们的手啊，跟设备。接着往前看，画眼前的重复物件，也就是椅背啦。如此一来，就很好掌握空间的比例啦。还好，身旁的其他乘客都在睡觉，让我可以好好的放心画画。不然，知道旁边的人是醒着的时候，画起来总是有点小小的别扭啦。在我画到椅背画到一半的时候啊，空服员就开始送餐了，所以我也想说，趁这个机会也把空服员以及天花板一起画进去啦。吃完了，好吃，继续画。Brush 版带针笔可以快速涂黑跟画出细线，让画面有白、有黑、有线条。是我测试过蛮舒服的速写带针笔哦。在飞机上画画的时间过得特别快啦，花费大概1个小时多就完成了吧。我们现在已经到大阪了，那不知道接下来旅程会是什么样子。反正看到美景就会把它拍下来。那如果觉得景色很适合画，那我就拍成影片分享给大家，就先这样子啊。下飞机后啊，让我们时间快转到晚上的心斋桥吧。收下巴，不要咬下唇。可以，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糯米。那看到我身后的场景就知道，我们今天是在大阪心斋桥附近。虽然是晚上啦，但是光线非常的充足，灯光实射的地方有那么多亮亮的招牌。那既然亮的地方都是 RGB， 那我们就用会发光的东西来画。早上的部分我们用手绘黑白素描这个方式。那我们这一次给 iPad 一个机会，我们就先从 iPad 开始画。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放在的位置在哪里？这里，因为大家都在上面拍照。那这边的话人流比较少一点点，来试着画画看吧。好，开始。首先，我将萤幕底色调成深色，避免在晚上的时候非常的刺眼啊。接着，为了让我能够快速打稿，所以我打开了 Procreate 里面的辅助绘图透视线的功能，架设3个消失点，让我在画图的时候不仅可以拉直线拉得比较直，透视更能够在短时间内把空间的感觉效果给抓出来。开始上色的阶段之后啊，我用手套工具把发光的招牌给框选出来。接着上色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招牌的边缘会比较锐利，更好看哦。而且我在速写的时候会刻意的把笔刷放大一点点来画，避免刻画太多的细节。你看我已经画这样了。哇！我想说先把重点画完。
啊，先练一下暖手。我现在的策略比较像是，我先把我想画的很精致的把它画完，然后后面就可以因为暖手完就可以比较放松去画其他比较不重要的场景。对。在那么多人的地方开始画画，会感到尴尬吗？对我来说的话，国外一刚开始会感觉到小小的尴尬，但是实际上来看，其实没有多少人会去关注你，所以我后来就渐渐专注在画画这件事情上啦。可以看一下吗？好可爱哦！这个的话，待会我会再加一些冷，然后天空再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然后整体再做一点点的混色，就差不多了。好，快点，我也想要快点回去休息，好累。到了晚上，越来越凉爽，周遭的人也越来越少，刚刚好也可以小偷懒一下，可以少画一些离我比较近的人啊。在凉爽的夜晚，用 iPad 在户外画画真的蛮舒服的，而且也不用携带太多的设备，一个平板就解决了，相当的方便。最后，我在墙壁上画上自己的猫眼 logo， 这样就完成了啦。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在现场把它画完了。原本我想要说，是不是还有时间可以画黑白？但是我要保留一点体力，明天还要再去环球影城。黑白的部分就先等下次，好不好？等下次。那我这边简单来讲一下是，因为刚好这个场景光的元素很多，所以它就非常适合用 iPad 来去画图。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带着 iPad 来去外面画画，这是拍照所享受不到的事情。气光买酒栽嘛，对不对？我跟我太太，我跟安妮，然后好好的回去休息了，然后等一下我就要 po 在网络上面，好好的炫耀一下。我很会画透视，那么难的这个场景，我都在现场可以画出来。没有什么东西难得倒我嘛，对不对？好，那我是糯米，我们回台湾再见吧。